各位朋友，甲亢哥中国的直播啊，欢乐继续。可是呢，就是宣传效果这么好的一个例子，中国有一些体制内的公知反倒是破防了。哎呀，这个确实是啊，这个隐藏的这些不怀好意的家伙们太多了，你知道吗？你看这是谁呀？有粉丝给我发来一篇文章，说他们想干嘛呀？这个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账号，他们呼吁说出口转内销的集体自我催眠，请暂停甲亢哥的流量狂欢。这个角度比较清奇啊，我们来看看啊。甲亢哥是一个夸张疯癫著称的美国网红，最近他非常的火，他在中国的这些直播内容，从北京街头的热情互动到少林寺的拜师学艺，吸引了无数人的围观。有人给他冠了一个大帽子，说他打破了西方反华叙事，还有人惊呼说全世界都在看他如何真实的呈现中国，我们的流量似乎因为他达到了一个外国人看中国流量的高潮的顶点。其实说实话，开始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毕竟人家外国人来串门了嘛，有流量是好事儿，咱们也应该助把力。但是说实话，还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啊？就是这只是我们给自己制造的一场幻觉，或者是更精确的说，它是一场出口转内销的舆论狂欢。这个公知的陈年窝头味儿你都闻到了吧？是吧？其实呢，甲亢哥他单纯的从他的数据来看，他的直播在全球范围内并没有因为中国行而带来特别的高峰。相比于印尼2700万的观看量，中国的直播热度顶多也就是中等水平，但是他却被中国的舆论吹捧成了某种文化宣传大使。从这个无滤镜的展示中国基建，到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热情，甚至有人说他的直播彻底瓦解了西方的反华宣传。你可别忘了，甲亢哥中国行现在还没结束呢，这仅仅是几个城市啊，他现在就给总结上了，你知道吗？流量不如印尼啊，但说实话，这个有点像当年的这个夫拉夫的套路。当时的那夫拉夫俄罗斯的一个外国网红来到中国，用极端外放的方式表达对中国的兴趣或者是震惊欣赏，但其实他在海外的影响力平平，也就是典型的一个信息茧房嘛。中国观众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看到这种报道，误以为全世界都在关注，进而加剧自己的情绪共鸣。3700万的油管头部网红，他觉得不行。甲亢哥的崛起其实源于他这个疯癫直播的风格嘛，而不是由于他对某个国家的兴趣。说到底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一直以来他的观众群体主要是都是欧美的年轻人嘛，尤其是那些游戏圈啊、二次元的社区啊，还有喜欢猎奇内容的观众，这是在欧美的主流社会。其实他的形象并不是特别的正面，他因为直播中的各种夸张行为也被封禁过，甚至因为一些性别歧视或者是涉嫌种族歧视的问题也饱受过争议。他本质上也就是一个美国版的整活网红，他的直播的目的大可能不是为了展现某个国家的文化，而是为了获取最大化的流量。这不是废话吗？他娘的，做自媒体的谁不是为流量啊？其实他在印尼、波兰、阿根廷这些地方都进行过类似的直播，也展现出同样的疯癫风格，但只有在中国，他的这种普通的整活被赋予了某种特殊的意义。如果回顾这几年的这些现象，其实这些案例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在国外爆火以后才被中国人注意到的，而是在中国市场重新被包装成为外媒认证中国的一种工具。其实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它存在着两种推动力。他说甲亢哥是先从油管上火的，行不行啊？第一种呢，就是舆论的操盘和流量变现的力量。我们的一些媒体其实深谙中国网民的这种心理弱点，也就是我们对于外国人来认可中国的需求度很高，所以我们也乐于制造一些外国人看中国的话题，去迎合市场的需求。第二点就是我们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和集体的认同感，我们很多的中国网民其实都希望通过外国人的认同来达到自我的认同。所以这里我们就必须思考一个问题了，为什么我们的自
自信需要靠外国人来认证呢？我们明不知道中国的高铁基建、移动支付已经全球领先了，但是总要等到一个外国人惊呼amazing 以后，我们才觉得是真的是 amazing 了。我们明明知道中国人很善良、很热情，为什么要非到等到一个外国人说你们很友好啊，我们才知道我们原来也是这么善良热情的，我们就觉得这是被世界认可的事实。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些自信还是建立在外部的评价之上的呢，而不是建立在自我的理性认知之上的呢？正是这种心理模式给了那些善于利用爱国流量的网红媒体和机构以可乘之机。贾康哥的中国直播，它究竟一场文化交流的盛宴呢，还是一场流量秀呢？如果我们剥去了这个外国人认证的外衣，我们也许就会发现它可能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商业直播，而真正让它显得火爆的不是他的粉丝，而是我们舆论场的放大效应。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基于理性和事实基础之上的自信，而不是必须要靠外国人的震惊来获得的认同。中国的进步不需要别人来背书，我们有自己的眼睛就足够看清现实了。哎呀，这个公知的这种腐朽的味道啊，隔着屏幕中国的网友都感受到了，中国的网友眼睛是雪亮的。这帮公知呢，现在已经是过街老鼠了。有网友高赞评论说，你这是一股子知音的公知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臭味儿，人家的受众在海外，这就排除了他主动取悦我们的可能。另外他本身就带着猎奇整事儿的目的来的，越整事儿越刺激，受众越多。其实他在其他国家整的事儿大多都是负面的，只是我们的国家比较特殊，没有整出什么负面的事情。海外受众也是带着猎奇找刺激的心理看直播，顺便看到了真实的中国，看到了与他们认为的中国反差太大，才进一步引起了传播这种在体制内隐藏的这种陈年的臭公知的味道。哎呀，这是明摆着跟中央对着干是吗？体制内的也有坏人呐。这段时间，中国的官方外交活动日益频密，民间的交往也持续火热，异彩纷呈。海外博主们通过一镜到底的直播，全景展现一个没有剪辑和滤镜的真实中国，再次掀起了全网的中国热。这表明中外人文交流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是剪不断、隔不开的。从线上云游中国到线下打卡中国，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中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单以北京为例，从去年12月17日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达到130多万人次，其中享受各类免签政策的外国人达到31万多，较政策发布前同比增长150%。我们将进一步扩容免签朋友圈，出台更多促进中外人员往来的便利化措施，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走进春天里的中国。Imagine being the government spending $1.6 billion just in this past year for anti-China propaganda, and then some live streamer that has way more influence than the government just goes to China and just hangs out and just live streams and then just completely destroys all that money spent. 外网3700万粉丝的美国00后网红贾康哥第一次来中国就一发不可收拾，播完上海播北京，播完北京播河南，播完河南播四川，场场直播500-600万观众和他一起惊叹中国的科技、文化和自然景观。20岁的贾康哥2022年开始全世界边走边播，2年半以来直播了约25个国家，实时镜头下，贾康哥的全球之旅可谓事故频发，有被袭击的，有被诈骗的，有被强行叫停的，有被抢的。相比之下，中国这样既量大管饱又全程高能进展顺利的，在他的直播生涯里也是不多见的。作为一名抽象博主，贾康哥在中国当然也遭到了粉丝的整蛊，有人 cos 大张伟，对他唱阳光彩虹小白马，玩地狱谐音梗。
有人穿着梅西球衣面对面挑衅他这位 C 罗铁粉。甲亢哥虽然不会中文，但交流起来似乎并不存在文化壁垒，丝毫不觉得冒犯。合唱斗舞说来就来，果然善意的抽象整活是不分国界的。他的保镖也从第一天的全程防范变成了各玩各的。要知道，之前在希腊，他被冲动的粉丝吓得躲进车里报警；在挪威，他甚至遭到围攻，连辫子都被薅下来放网上卖了。最离谱的是，在美国他自己家，因为有人报假警，警察不分青红皂白就破门而入，在直播镜头下把他抓了。这事儿还发生了不止一次。在日本，美国人甲亢哥直播时还被强行打断过。在中国，甲亢哥每场直播动辄5-6小时，一镜到底，玩的就是真实。最失真的也不过是粉丝的美颜滤镜，难怪美国网友震惊。我在难闻的纽约地铁里刷不出文字，你却在中国时速350千米的高铁上 2K 直播不掉线。当然，没人去个人生地不熟还语言不通的地方，能全程没有磕磕绊绊的。甲亢哥去少林寺拜师学武就走了点弯路，先被带去了当地武校，2小时后甄师傅才现身救场。但这点波折反而让他的拜师之旅显得更有传奇色彩了。难寻的师傅，心急的徒弟，意想不到的挫折，沟通不畅的挣扎，甄师傅的到场，痛苦的训练，深邃的智慧，年轻强大的师兄弟。几代美国人从小看到大的老派功夫片元素，在甲亢哥的中国行直播中齐活了。再看看甲亢哥之前在泰国寺庙开车不小心撞庙门上，不停磕头说 sorry。这次在少林寺的经历，挫折也罢，收获也好，可以说都是最好的安排。唯一的挨打也是他主动要求的。It's pain, but it's life. It's pain, but it's Shaolin. It's pain, but it's Kung Fu. It's pain, it's you. You understand? Yes. 从年初的网上中美对仗，到以甲亢哥为代表的外国网红用 China Travel 讲最真实的中国故事，都证明两国人民建立友谊是多么简单。语言、文化、国界都不是壁垒。亲眼看过中国的外国人在飞速涨粉，反华的美国之音的最后更新时间却停在了3月15日。真实和友善才是全世界都能听懂的语言。如今的中国自有跨越国界的力量为他代言。中国正用真诚与烟火气向世界递出无需翻译的名片，凭硬核体验全球圈粉。从被黑到被粉，虚假的滤镜哪有真实的直播精彩？央视对甲亢哥的认证，是对中国的那些体制内隐藏的臭公知最好的打脸。各位，你们说呢？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